뭐야? 안 돼요. 안 돼요? 중국 땅이라서 안 잡혀간 것만 해도 다. 네, 먼저 백두산을 관광하던 한국인이 중국 당국의 제지를 당하는 모습이 공개돼서 논란이 일고 있다고요? 네, 구독자 47만 명을 보유한 유튜버 A씨는 닷새 전 백두산 천지를 배경으로 태극기를 펼치고 애국가를 부르는 장면을 생중계했습니다. 하지만 현지 당국 관계자로 보이는 남성이 다가와서 태극기를 빼앗았고 주변 관광객들 역시 여기는 중국 땅이라 그런 행동을 해서는 안 된다며 제지했습니다. A씨는 번역기를 이용해 태극기를 돌려달라고 요청했지만 결국 돌려받지 못했고 이 방송을 끝낸 뒤에 당국의 조사까지 받았습니다. 6시간 뒤 다시 진행된 방송에서 A씨는 백두산이 북한과 인접한 지역이라 태극기 사용이 제지된 것 같다라고 전했는데요. 또 같은 행동을 반복하지 않겠다는 각서를 쓰고 나서야 풀려날 수 있었다고 밝혔습니다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开头那个视频啊，那真的是看得我血压都上来了。啥玩意儿？敢在咱长白山底下晃悠太极旗？我看他们是真想体验一下啥叫冰天雪地嘎嘣脆了。以后啊，谁再敢这么嘚瑟啊，希望这个工作人员见一个抓一个，往这个派出所上一送，让他们好好学习学习啥叫尊重历史。说起这个韩国啊，现在谁不叫他们偷国，这外号真不是白来的。他们那个手艺啊，那叫一个炉火纯青啊，啥好东西都想往自己兜里揣。什么孔子是他们的，李白是他们的，端午节是他们的，连这个汉字也是他们的。那恨不得把咱们老祖宗啊都挖出来验一下 DNA， 看看是不是有韩国血统。这一开始吧，咱们就当是看猴戏，觉得他们呀是小气巴拉的，没见过世面啊。可是谁知道，他们的胃口是越来越大，这胆子呢是越来越肥啊。这几年啊，居然开始惦记咱的土地了，盯上哪儿了？咱东北的雄伟壮丽的长白山。哎，你没听错啊，这个韩国人啊，现在是满世界的嚷嚷，说这个长白山是他们的。在长白山上，你除了可以看到很多韩国老头老太太在这里唱歌，还能看到很多韩国人在这里痛哭流涕。有个广东小姐姐说，看到韩国人跪在地上，一边磕头一边哭，还在那里插上了他们的小国旗，搞得好像我们是坏人，抢了他们的土地一样。也有人说看到韩国人在那祭奠，没人管。我第一次听到这说法的时候啊，真的是无语啊！这不扯淡吗？长白山跟韩国有啥关系啊？哎，你掏出这个地图看看，这个长白山在哪儿了？在咱中国和这个朝鲜的边境线上，是这个中国和朝鲜的界山。那跟韩国呢是隔着108000里啊，中间呢还隔着一个朝鲜。这俩地儿那是风马牛不相及啊！不管这个历史真相如何，反正韩国人啊是单方面就这么认定了。他们不光在这个学术界，在这个民间啊使劲的宣传，甚至还把这个事儿闹到了国际赛场上。最有名的一次啊，就是2007年在咱长春举办的亚洲冬季运动会，在短道速滑项目颁奖典礼上啊，几个韩国的运动员拿了奖牌，站在这个领奖台上，不想着庆祝，不想着感谢，他们干了件什么事啊？他们齐刷刷地展开了一面标语，上面用韩文写着“白头山是我们的领土”。这白头山啊，就是他们对长白山的称呼。哎，你想想那个场面啊，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在国际瞩目的赛场上，公然对中国的领土提出要求，这是什么行为啊？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啊！当时这件事啊，引起了轩然大波呀，咱中国外交部立刻就提出了严正抗议。你猜这个韩国人怎么回复的？他们说啊，我们对此表示遗憾。听听这个词啊，是遗憾而不是抱歉，啥意思啊？就是说，哎呀，你们不高兴了，这个事儿啊挺遗憾的。但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啊，整个韩国国内啊更是一片叫好声啊，把那几个运动员当成了民族英雄啊。从这件事儿你就能看出来啊，这个国家真的是把偷和抢的劲头啊刻在骨子里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韩国人啊是怎么能脸不红心不跳，理直气壮的说出长白山是我们的这种话啊？但你还别说啊，这韩国人为了这事啊，还真搞出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歪理邪说。他们可不是瞎说八道啊，这人家是做了功课的。虽然吧，这功课做的吧，有点像抄作业抄错答案了。要说这事的根儿啊，得往回倒。
到300多年前的清朝，那个时候啊是康熙爷在位，大概是1712年吧，他派了个大官叫穆克登去这个长白山，就是跟当地还是咱们小弟的朝鲜啊，把这个边界给说清楚。这穆克登啊在长白山顶啊立了块中朝定界碑，这碑南边啊归朝鲜，山大部分和天池都是归咱大清的。这个事啊本来是清清楚楚啊，可是100多年后，大约是在1880年，这个大清啊内忧外患，没顾得上邻居。朝鲜一看有机可乘，就开始耍心眼了。他们先是默许农民啊越界开荒，然后干脆提出重新划界，想把图们江啊当边界。这样啊，这个长白山、天池和主峰啊就都归他们了。这大清啊虽然是焦头烂额啊，但发现朝鲜野心太大，就没同意重新立碑。没几年啊，更狠的来了。甲午战争后呢，朝鲜独立并改名为大韩帝国，但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傀儡。这个朝鲜仗着有这个日本撑腰，又来提这个长白山划界。这次啊，他胃口更大啊，连延边的尖岛都想要。这个清政府当然不干呀，但是日本啊以此为借口，不断的挑事，甚至啊直接派兵占了延边。后来呢，这个清政府外交努力，日本承认尖岛归属中国，但咱们又被迫签了图们江中韩借务条款，把这个长白山东边一块地啊给划给了韩国，但是天池啊还在咱这儿。时间快进到2战后，这个朝鲜半岛啊大家都知道，沿着这个38线分成了2个国家，北边的朝鲜和南边的韩国。接着就是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了，美国人插手啊，咱们为了保家卫国啊，也是为了帮助这个邻居，派出了志愿军，搞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。可以说啊，没有中国的出手，朝鲜这个国家可能就没了。按理说啊，咱是帮了他们天大的忙啊，这关系应该铁的不行了，边界问题也该好商量了吧？结果万万没想到啊，这个战争一结束，朝鲜就开始跟咱哭穷了。他们一边哭诉啊，说大哥啊，你看看我们国家呀，本来好好的，现在都被一分为二了，我们太惨了呀，损失太大了呀。那一边呢就开始得寸进尺，大哥啊，你得帮帮我们呀，我们得发展北方的边疆啊，需要支持啊。那怎么支持呢？他们的要求来了，他们说想把这个鸭绿江啊作为中朝两国的边界。这听起来好像是没问题啊，但是关键的来了，他们又说鸭绿江的源头是哪儿啊？是长白山天池啊，所以天池啊也得分我们一半。就这么个逻辑啊，他们想要把长白山的一大半都划过去。你想想那个时候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啊，百废待兴，内内外外一堆事儿啊，而且啊，当时咱和这个朝鲜是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，咱本着一个睦邻友好和这个共产主义大家庭的精神，觉得这个邻居家里困难啊，咱们能帮就帮一把吧，也不想在这个边界问题上过多的纠缠，于是啊，咱就同意了。1962年啊，中国和朝鲜正式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咱们今天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个鸭绿江上的岛屿啊，咱们拿了187个，朝鲜拿了264个。他们拿大头，而整个长白山地区啊，54.5%啊都划给了朝鲜，咱们中国啊只留下了45.5%。就这样，咱雄伟的长白山啊被硬生生的一分为二啊，而且咱们给出去还是多的那一半，连天池啊都成了一半一半。朝鲜那边还把这个长白山的主峰啊改名叫将军峰。好，聊到这儿啊，大家伙可能就听明白了。你看看啊，从头到尾这个长白山的归属问题啊，不管是清朝的纠纷还是现代的划分，都是咱们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事儿，对吧？那这个问题就来了，这跟这个韩国有半毛钱关系吗？为啥现在是韩国在那儿上蹿下跳，叫的最欢呢？哎，这就要佩服韩国人的脑回路了，那可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想明白的啊！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，听好了啊，都别笑喷了。他们认为啊，虽然朝鲜半岛啊现在分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，但我们本质上是一家人呀，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啊，我们总有一天是会统一的。所以呢，只要我们完成了统一，那么现在属于朝鲜的东西啊，不就是自然而然的属于我们大韩民国吗？所以啊，这个长白山现在划分给朝鲜越多，就等于未来我们韩国得到的越多。因此，长白山就是我们的。听明白这逻辑了吗？简直就是神逻辑啊！这叫什么？这叫提前预定啊！这叫云继承啊！这8字还没一撇呢，就开始惦记人家遗产怎么分了。为了让这个云继承啊显得更合理，
他们还开始从更古老的历史里找证据。他们说啊，中国古代的箕子朝鲜，还有那个强盛一时的高句丽，都是他们韩国的历史。所以啊，高句丽当年的地盘，也就是咱东北这一大片，也应该理所当然的归韩国所有，这就更荒唐了。那稍微懂点历史都知道，高句丽的创始人叫朱蒙，是咱汉朝玄兔郡的人，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。他建立的高句丽政权啊，一开始就是汉朝设立的一个郡县而已。那后来到了唐朝，高句丽不听话，唐太宗、唐高宗爷俩就轮番揍他呀，最后给灭了。彻底就成了唐朝的安东都护府。高句丽从人种到文化都跟咱中原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反而啊，当时朝鲜半岛的南部是2个叫百济和新罗的国家，也就是今天韩国人的直系祖先。那个时候在高句丽人眼里啊，南边那俩都是属于没开化的蛮夷之地，连占领都懒得去占，他们互相之间还打得不可开交呢。哎，你说这能是一家人吗？这历史能这么算吗？这不就是强行认祖宗、乱攀亲戚吗？哪怕是现在还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，他们都要提前惦记上啊，提前宣布主权。所以啊，朋友们，咱今天把这来龙去脉捋了一遍，大家心里就有数了。总结一下啊，第一呢，从地理上看，这长白山跟韩国是8竿子打不着。这第二呢，从历史上看，长白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地盘，清朝时的界碑立的是清清楚楚啊。这第三呢，现在长白山被一分为二，是咱和朝鲜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，是咱当年出于兄弟情谊做出的让步和牺牲，跟这个韩国没半点关系。这第四呢，韩国现在所有的叫嚣都是基于一种未来我们会统一朝鲜，所以啊，朝鲜就是我们的这种强盗逻辑，以及啊对古代历史的公然歪曲。说白了啊，这就是一部分韩国人的白日梦罢了。在他们眼里啊，可真的是应了那句话，整个宇宙啊都是韩国的，不光啊长白山是他们的，孔子是他们的，汉字是他们的，那搞不好啊连太阳都是他们造的呢。所以啊，以后再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啊，把这套理论给他唠明白了，让他知道这个历史不是他们家开的，想怎么编就怎么编。咱家的东西啊，一针一线，一山一水都是清清楚楚的，谁也别想打歪主意。好了，今天给大家就先聊到这儿啦，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